菩提禅修2025盂兰盆超度法会正式开始，请网友朋友们双手合十，恭请金菩提宗师洒净。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耶稣感恩大慈大悲，消灾灭难、利益众生的药师佛，感恩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让一切因横祸往生的一切众生得以超度，愿一切因天灾往生者得以超度，愿一切因战争往生者得以超度解脱，愿一切因天灾人祸横世往生者得以超度解脱，愿一切无家可归的一切灵魂能得到佛菩萨的甘露滋润，得以解脱。往生善处，往生东方琉璃世界，不再受苦，不再痛苦，不再恐惧，得欢喜自在。感恩师父，恭请金菩提宗师点燃佛前明灯。恭请金菩提宗师带领大家佛前敬香，请大家双手合十，真诚恭敬。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地藏王菩萨，感恩大慈大悲东方极乐世界佛主药师佛，感恩慈悲无量药师佛，感恩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日光菩萨，感恩月光菩萨，感恩一切天神天龙八部能够超度接引
一切有缘亡灵能够往生东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再受苦，获得永生。感恩。恭请金菩提宗师带领大家礼敬佛陀，请大家双手合十，和师父一起礼拜或鞠躬来表达敬意。一叩拜。起。再叩拜。起。三叩拜。起。合十，鞠躬，感恩。恭请金菩提宗师入法座。为什么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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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个很特殊的日子哈，这是2025年盂兰盆超度法会哈。我们是全球式、国际式的，通过网络呢，就是我们全球有缘的朋友呢，都能一起做这个吉祥殊胜的法会。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也就是阴历的7月15，慈悲的地藏王菩萨呀，将地狱之门打开他希望将这个有缘的人呢，能够从受苦的地狱之中先出来，能够有些人就会得到解救。比如说有些去世200年的人还在地狱受苦呢日复一日的受着同样的苦。比如说拔舌头，天天拔掉了，把心脏都掏出来了，死了之后再复合起来，又再继续拔我看到还有用锯身体，把身体锯2半，锯好几段。哎呀，锯完了之后，这个过程和真人一样那个受苦。等受完苦之后又愈合起来，又从头锯而且看到无数个自己在被锯，这个苦受的呀。可是呢，地藏王菩萨大慈大悲救度众生，他那天用他的佛力法力威慑力将地狱之门打开，他觉得有机会被救度的这个生灵给释放出来。那其中可能就有你我的祖先在里头，在受苦，而且在这个时候就有机会得到超度。所以这是一个很殊胜吉祥的这么一个机会。那咱的亲人呢，能够离开地狱的话，脱离地狱的话，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吉祥。他老人家在那里天天被锯，在流着血。我们今天心痛，明天腰痛，后天腿痛，大后天肚子痛，所以就痛苦连连的。因为你和他有血缘关系这个必然的，这有罪是绑在一起的。并且呢，给一些年轻朋友讲其实这个日子是很重要。那谁定的呢？过去好几个国家传统上就这么认为。这后来在佛陀呢，在这个经典之中
有几部经典之中都讲到这个概念。最著名的就是《盂兰盆经》还有《地藏经》，这个2部经文之中都明确指出了整个去利益众生、救度地狱众生的这个过程，其实就在救度自己的父亲母亲的这样一个在地狱受苦的过程。你像非常简短而著名的这个《盂兰盆经》当中就记载了，当时获得神通修行第一的，佛陀的一位重要弟子叫目犍连尊者，他可厉害了，像孙悟空72变，他不知道多少种变化，就很了不起，法力无边呢。可是呢，就他的故事来说可是，他获得这个证悟神通之后，就是五眼六神通都证透了，都什么法力都有了，他就惦记自己的母亲，看看妈妈在哪里啊？这一看，结果没在天上的地狱，吓一跳，就看地狱之中，这个妈妈正在挨揍，一直喊又痛又饿呀，又渴呀，他那还行啊，不管是不是这个出家修行人，我可以用功夫用神通，弄一些好吃的，拿着这个甘露水，都去喂妈妈。可是这个好的食物一进到妈妈嘴里头，立刻变成燃烧的火炭，那怎么吃啊？是吧？那个一给它喂水的话，这个水就变成就是烧化的这个铜铁的水呀，这怎么喝呀？他无论用什么样的法力功夫，都没办法改变这个妈妈受苦的现实。这是有妈妈看着受苦就不能救呀。这妈妈一看着神通第一的儿子，说：“你怎么什么出息都没有？你亲妈在这受苦，你都救不了，你这叫什么功夫呀？哎呀，痛苦呀！试了很多次没有办法，他赶快就问当时他的师父，就是释迦牟尼佛，问佛说这是咋回事？佛呢用佛眼一看，说：你的妈妈她其实虽然是你的妈妈，她对你非常慈悲那实在没法说。可是你妈妈是一个罪恶深重的人，她的累世就是很多次成为人的时候，她都是有很多的诈骗和伤害非常的恶毒。所以这次进了地狱之后，她就是受惩罚的，知道吗？说那我怎么救她呀？给我指条路。说你不是功夫第一吗？神通第一吗？说不行，他就讲了，一喂给妈妈食物呢，就变成了火炭。哎呀，这怎么得了啊？说那佛，所以我才来请教您呢。那怎么办？怎么救妈妈？佛陀很庄严的告诉他，想救你妈妈在地狱受苦唯有一条路，你呢要真诚的依靠供养一切修行人这个之后用这个众修行人这个修行的这种愿力法力，才能解救你的母亲。否则的话，就光我下一道旨都不行，他一定会受苦。就像你欠债，你不能说我说抹了就抹了，人家就不要债了，是不是啊？有信我的不信我的，所以你欠债就要还钱，是吧？你妈妈欠这么多债，她在那受苦挨揍，这是她自找的，这是因果关系所以那你呢去供养这些修行人呢，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法力觉悟又度了无量的众生，这样你供养了他这个修行的这种智慧能量自动的就分给了你的一部分，这个他们的功德，他们将来成佛呀。所以修行人未来一定是比普通人要成佛要早很多呀。这他要为了成佛之后多大功德能量你自然就沾光了，知道吗？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所以这个你呢供养了所有的修行人之后你妈妈才能得救我还告诉你这个7月15阴历7月15也是佛欢喜日。那为啥欢喜呢？是在佛教很多修行人呢，就在前面的夏天呢有一段时间呢是专门夏天闭关修行
为了获得更高的证悟和圆满在修行。所以他在这个闭关前你供养了，还是现在7月15哈，他们要出关了，你来供养的话，那你想功德大不大？是，所以也是感恩师父这个教会我们，就是佛陀教了目犍连尊者在这个重要的日子去供养修行人哈。对，他们出关了，一定是有可能很多修行人出关就开悟了，是吗，师父？佛教呢，它不同于西方神教，神教是一神论啊，比如说我创造的世界或我老子创造的世界，你们听我的没错啊，这是一种说法。那佛呢，他要为什么去悟？悟就是认识和理解啊，认识和理解，而不会单纯的相信一种说法，就单一的一种说法，也许会制造错误啊。所以呢，在这个佛教的众多修行人哈，在夏季他叫结夏安居哈，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因为在每一刻修行都可能是开悟，都可能获得成就啊，所以就最高是成佛呀，成菩萨呀，成罗汉呐，是吧？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境界。那达到这些境界呢，他都需要更多的功德，而且获得很多的法力啊，将来能帮很多众生。对，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佛就说，你这个如果能够去供养他们的话哈，那是不得了啊！不但是为你现在的母亲哈能够帮助她获得解脱，还能够为你过去7世的父母哈都能够让他们获得解脱。是这么大的一种功德呀！这供养什么呢？就是佛法僧和一切修行的人。讲得很清楚哈。还有问题吗？师父，就是用什么来供养会比较好啊？很好哈。那在修行人当中呢，他苦修的时候啊，我的体验是有的时候吃的多，比如说他平时比如说1个月吃30斤粮食，吃一些蔬菜水果，这是一个标准的饮食哈。那有一段时间就可能呢，不知什么原因，就一个人吃3、4个人的粮食，就食量巨大。那么这段时间过去之后就开始辟谷，就可能1、2年或者几个月不吃东西，或者一天只喝1杯水，或者一天只吃1个葡萄，就是很少的一个进食量，或者完全进食了。他不是强迫自己不吃啊，是不用吃，不饿，而且也饿不死，他不是饥饿状态啊。这个其实他正确发音叫辟谷，就避开了这个正常饮食的这些食物。这个词汇是中国道教的一个词汇，在中国道教当中也特别讲究修行。修行之中，尤其是道教会研究很多细则，比如说我吃哪些东西容易进入这个辟谷状态，吃哪些东西容易更长寿，他就研究这个部分。所以其中有一项，它叫服气辟谷啊。他说喝的是气，所以我就不用吃饭。谷呢是谷物，谷物就是粮食，这样哈。所以今天呢，咱们呢在供养的时候，第一项就是美食，供养修行者哈，美食啊。那属于美食相关的呢，水果各种各样的粮食，或者是比如说我要供养师父，师父爱吃面，我就给师父做一碗好吃的面。对，就面片儿，刀削面，拉面，煮挂面都可以啊。对对对，所以首先是食物，民以食为天了。所以不管你是否伟大哈，那每天还总是要吃饭的啊。你也别看这个修行人吃那么老多，以为是光能吃不能做事嘛，其实不是啊。就是他的活的方式和普通众生不一样，普通众生要工作嘛，但是修行人的工作就是修行，之后修行人觉悟之后又是普度众生，这是修行人要做的事。所以我们呢
就把修行人所需要的东西，比如说食物，当然包含水果哈，那还有呢一些生活用品，像男修行人可能还需要什么，现在电动剃须刀毛巾，各种擦脸的、擦身的毛巾，是不是这个地方太干，擦点油这也算。我是说的细致一点哈，这你说算不算啊？这算的。衣服，是吧？说出家人就那么2件衣服，如果天冷了呢，他衣服不够呢，还有极度降温呢，就我们不能死心眼儿，对不对？说那你出家人就那么2件衣服，那也不行啊，那把它冻坏怎么办呢？影响他觉悟的话，我们还是有罪过的，对不对？那所以你要去赡养他，所以他需要的你得去供养所以这个包括衣服生活中的用具也我就没有说那鞋子行不行？可以所以中国人所说的衣服其实包含帽子、鞋子、袜子，都算在里头了那么再有的话呢，就是还有过去点明火灯供佛，还有呢食用油呢，这个老师傅吃个饭里头也一样放个油滴，也是正常的，对不对？食用油有的是用来供佛，有的呢是修行者做饭用食物这个也属于食物之一了那么还有呢，再就是过去有油灯蜡呀这灯具现在可能是要电灯了电灯更安全更亮还有呢，他用的这个家具，比如说他吃饭个桌子睡觉的床虽然在佛对出家人要求的床不能更宽大更享受，对不对？但是他也得有个睡的地方但这个佛对出家人要求高，但是我们供养出家人呢就要尽量好吧？这是不同的，对，看修行人的那个角度不同，这我们尽量往好里供。还有一些就是财物还有说我这个不知道他需要啥，我供奉一些钱财可以我供奉了我的一个金戒指，什么银手镯可以，这它都是会产生价值嘛，等需要的时候可以变现，是吧？将来的话可能会盖个大的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供养呢，在古代的时候，他把这个僧众修行人所需要的这些东西装在一个大盆里头，对，就是这样子来供这个佛法僧对，供了之后呢其实说还有一个呢，把这个盆好像这种你供了之后，其实天上会出现一个大盆，再往上降下来的就是吉祥对，这是用心真诚供养佛法僧。但是这个盆呢，有一天呢，它可能会飘向空中，反过来冲下，就降出吉祥，降出七彩光来。那咱们呢，供养人受益，咱的这个在地狱中的祖先呢更受益，就能将来脱离地狱可能往生天国，转生到好人家说做大供养的话呢，有可能会成为下一届总统，尤其转生到美国成为总统几率很高，对不对？5年一换，是吧？说不定轮着你了就，对，所以的话，供养之后你会获得那个利益，将是无限量的。那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有一份供养，比如说按钱的话，我供养1块钱，未来你得到的福报是10000倍以上。他不一定还给你这么多钱，他还给你了更多用钱买不到的利益，或者是超出你供养钱数的钱。你供养了1块，将来得100万，那多少倍？100万倍，对不对？在佛法之中很正常而且佛还说呢，你供养一切这个僧众修行者无论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修行尤其是他讲在山林中进行禅定修行者山林里头说不定他已经证得了这个果位，像罗汉果位，甚至还有说在树下修行，在树下修行跟谁学的知道吗？跟佛学的。佛在菩提树下开悟了，所以以后有一群修行者坐在大树下，为什么呢？下雨下雪大树都能遮挡这些东西，那个特别强烈的阳光
下雨啊、下雪啊，这个大树就像一个房子、一个大帽子一样，将这个底下的树下的修行人就给遮挡住了，是一种保护的感觉。这说不定他们具足了巨大神通啊！所以的话呢，无论是一种什么样的修行者，只要是一个认真的一个修行者，你去供养，都会得到无量的利益，甚至是你也许今世的话成为巨富，成为高官啊，甚至是你供养之后你还开悟啊，甚至长寿，甚至是起死回生。就是众命缠身说3个月就死，结果活了30年，对不对？或者活得更久，都是可能的。所以我们供养的这些修行人之中在不同门派、不同修行方式，有可能都是很了不起的人。所以你供养了谁，他这个能量自动会关照到你，不是叫分给你关照到给你，对不对？这个觉悟者的话，给你一点关照，你就获得无量的了不起，获得了无量的好处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供养人说不定已经都获得了巨大成就，获得了这种叫做十地菩萨的果位。你供养这样人那了不起了。但是所有的佛教修行人将来早晚都要成佛，这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别看说现在有的好像表面上看不具备什么智慧和神通但是早晚有一天他是成为一个解脱的大觉悟者大佛大菩萨所以就能消咱们普通众生的这些业呀。所以未来呢，如果有人能够去供养这些僧众修行人呢，就是现在以及这个过去你的这个父母还有你的这些亲戚眷属都能够脱离三恶道三恶道你们俩知道吗？猜猜看。首先是地狱道，是恶鬼道，还有畜生道。对，这就是佛说的三恶道，就是让我们这些祖先以及过去家人中眷属相关的亲戚亲人们，就会脱离这三道，而且能够快速解脱将来变成这个巨富，成为巨富，这是第一大项。之后他可能会有巨大的名分巨大的权利很长的寿命很吉祥长寿的人生甚至是说成为天人，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些供养，就会获得这些好处。如果你现在你是供养人的话，你现在的父母就能得到这个佛菩萨的这个非常的强烈的护佑。对，佛心里想的是说这个老两口有功德，当这么一想的时候，护法神就护着他，也就吉祥了，自然就健康长寿了对，所以如果说咱们已经故去的就往生的这个七世父母还在这个三恶道之中什么鬼道畜生道之类的所以我们做了这些供养之后呢，他们就是很快就能转生到天道。天道我给大家讲一下概念天道其实是神那个境界，那个境界的众生就是天道天道里头没有畜生都是神灵那了不起那天道最少的也得活几千万年呢，就时间最短的寿命，而且那没有贫穷的问题没有那么多病痛的问题所以天道就是那很了不起了，就往生天国那已经很多人是做不到的了很吉祥在升到天道来说的话，比在人间做国王还好，其实是这样。那你个国王有几个国王能活到100岁的对不对？当国王和当现在总统差不多，都累得臭死，对不对？这寿命都不会太长反而呢成为天神的话，这个寿命就很长，很吉祥好了，那之后呢，目犍连尊者听这个佛给他讲透这些道理之后，欢喜接受很开心，他就开始去供养其他的这修行的大师们对，
先后就供养了很多，以及为他这个过去的七世父母还能够去祈福，然后呢，这个再供了大家吃，自己再慢慢吃就是他就一下就开始，好像这个他的前世父母、七世父母就开始有松动了这个时候就是得到地藏王菩萨往上接引的，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就是原来他的母亲就是他今世的这个父母他妈妈不是去世了吗？就在地狱受苦，他怎么喂都喂不了的那个妈妈对，原本是在这个地狱之中要经历1劫之久1劫的话现在可能就是几万年，1劫就是几万年的时间在地狱之中，结果就立刻就往上走了，往生天道了这个神奇我们听着开心，太好了是妈妈以前那么受苦，一下子到天国去享安乐因为一次大供养，对他做了大的供养，所以目犍连呢之后又问佛说弟子的这个父母承蒙这个佛法僧三宝的功德呢，脱离了苦难了，如果呢这个未来的人就是其他人要想这个行孝救度父母的话，佛呀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你给我讲的这个方法呢？佛陀说你很聪明你问得很好，我也正是想给大家说的。目犍连呢，如果这个有这么修行人比丘比丘尼他是指了各种身份的人，什么国王太子大臣还有普通民众如果有想行孝的话，都应该为现在的这个父母，或者是再长一点乃至你过去七世的父母，于在这个7月15这一天这个佛欢喜日，以各种各样的美食用品财物来供养这些十方这个僧众修行人的话呢，你现在的还有呢，能够祈愿你现在父母真的活在世间呢，能够长命百岁身体健康没有病痛，没有灾难没有各种烦恼很自在的话，还有祈愿过去的这个七世父母得以脱离一切这个三恶道能够转生这个人间成为大富大贵，到天呢就成为神享受无边的快乐的话那么未来的这一切人要想行孝的话，就应该时常的这个回忆思考想念你的父母想念到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每年这个7月15的时候说，除了这个回忆七世父母的这个恩德之外呢，还要最好的话还要为他们举办这个盂兰盆法会来布施和供养佛法僧就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最好的报答你的七世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个盂兰盆法呢，就是一切佛弟子都应该信受奉行。目犍连尊者呢，听到佛陀给自己这样教化开示就非常感恩感到心中无比的欢喜，也将这个法呢记录下来呢，传到了2000多年之后的我们也来学习。所以我就是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很有那种幸福感。对，谁都有父母，还有父母的父母所以这一代代的这种养育之恩这种深深的情谊当有一天他们一旦往生去世了之后，你如果有发生过这个事，你立刻就会想到他去了哪里呢？真的就开始担忧，对不对？如果你看你做个梦，说梦到比如说往生的爸爸妈妈正在地狱，被那个地狱的鬼
拿着烙铁烫，啊，那个肉滋啦滋啦冒着黑烟，啊，还有的正被恶鬼呢拿着个锯腿，那个血往外喷，正在地狱呢被恶鬼掏心脏，哎呀，那画面就是形同于杀猪宰羊一般呐，那个痛苦极了。如果你梦到这种梦境，啊，这种亲人在地狱受苦的这个梦境，那就形同于不孝啊！说赶快在这个节日哈，为他们做些发心，求佛菩萨能够去接引他们，这个超脱出这个地狱来哈，离开地狱，往生天国，往生极乐世界，这才好啊！他们就不受苦了。否则的话，你的父母在地狱正在受着这样的痛苦的话，你还在人间悠哉的，喝点酒，喝点茶，还在养生，还说内心清净，不可能的事。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什么事都没有，天天心中忐忑不安呢？就是坐立难安啊，就是心中总是那个动荡的那种感觉呢，就有可能他的长辈祖先正在那边正在受着严重的痛苦折磨，所以才和你和有情缘和血缘关系的你那个心中哈，就是天天就处在紊乱的状态。还有不是这痛就是那痛，啊，是吧？什么上个月刚撞了车，这个月扭了腰，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的话呢，这个功德呀，要赶快做。对，要懂得我讲的这个道理，啊，做功德去帮助往生的亲人哈，就在今天哈，就说回今年这件事儿哈，现在讲的这个开头，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赶快去做。他们好，我们才能好，就记住这个哈，不要等未来，不要等来年，啊，这个祭祀套装啊，金山银山呢，送给祖先，这让他在那边有生活的各种的机能的使用啊。对，再点这个超荐灯呢，祈求佛菩萨将他从地狱之中打捞出来，送到天国乃至东方极乐世界。机会难得哈。有问题吗？感恩师父开示。那就是刚刚师父给我们开示了那个盂兰盆经，然后让我们也知道，就是为父母、为祖先，做功德，做大功德，能真的帮他们解脱。那也想请问师父，因为今年我们的供灯项目呢，有特别开一个消灾解怨灯，然后是给我们的冤亲债主还有历代英灵的。那也想请师父开示，就是关于冤亲债主，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冤亲债主这个词呢，首先记住债主这俩词，你欠人家的，比如说你借了他的钱，你没有还。比如说你借的是张老三，对不对？那张老三就是你的债主。但是如果说，比如说你是一个逃逸的司机，你喝的酒驾之后呢，赶上这个天特别黑，公路又滑，一不小心把一个人给撞死了，但是你又怕刑责，对不对？你就跑了，但一直找不着你，那你被撞死的这个人就是你的债主，那这个冤呢，带有怨气的意思，人家是冤枉的，人家受这个苦是不合理的，所以呢，就是这些债主都是来找你你欠人家的，所以就是有曾经的各种各样的伤害，对，被伤害的人都是你的债主，你得还了。对，这明白了哈？明白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累世的这样积累下来的，他虽然人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的灵魂还在追着要还债的，是吧，师父？在我来看的话还有更多的这个佐证吧哈。其实人这个肉体去世之后，并不是说这个生命就真正绝对性消亡了所以你知道的历史名人现在都不复存在，对不对？他就转到别的行业上去了，他可能成为今天的富豪
可能成为今天的美国总统都是有可能，对不对？他是转世这个说法，就像地球每天这旋转着轮回，是吧？每天日出日落，这就是一个轮回等你这个灵魂呢，就是肉体去世之后，等你灵魂再转回来的时候，成了一个新的生命。但是这个新的生命还背负着前世的一切的债务坑的人呢，害的人呢，各种这种其实就是伤害，为了自己获得利益而伤害了他人，这就是这个债那么今世有这个债主的关系有很多种，我不想多深讲对，有的成为夫妻，有的成为兄弟，对，有的成为这个一起工作的同事，但是一见面就觉得不顺眼，通常可能也是一种相欠，对。但是说这个真正的这个债主是你必须还完债，而且它像高利贷。咱们做功德就是我供养1块，获得10000倍，获得1万元以上的回报就像银行存款存了1块钱3年以后变成1万这个是有可能的在功德这方面是这样。但是这种业债也是会放大，也许放大了1万倍，那至少放大1000倍吧，它会放大这件事情。所以的话，就是到关键的时候怎么讲呢？举例说，你曾经去偷的拿一个同学的一个铅笔盒，里面有几支铅笔和橡皮而已，对不对？但是引发的果报，将来你在他身上你会输掉100万块。但是一个铅笔盒最多才2块，对不对？结果花了100万来还债。如果听得懂我讲的话的话，我觉得有点年龄的人就能懂得我讲的这个感觉。因为因为年龄的原因，所以你经历过这样的一种叫因果关系的这个像报应一样的这么一个毒瘤，是吧？那个时候小时候不懂事，偷拿这个铅笔盒，怎么今天长得大，我们两个都没有任何的交流之类的关系，等有一天突然之间你们俩有了什么样的生意或者事业上的往来之后，他就弄掉你100万，这就是相欠的果报。对，所以说有债早还，如果隔世还，利息可是高多了，非常高，懂得了这个提醒师父太重要了。所以就是我们供灯的时候，还不光是就是冤亲债主写了一下，能够想起来在现世伤害过的小的时候不懂事伤害过的人，我们都要给他们一一去供个灯对，去还这份债请前2天我看个电影就是演这个在学校霸凌，就是有小孩温柔一些嘛，身体差一些就被一些比较壮的霸道的孩子揍这个学校霸凌这个也一样，你现在打他2拳，将来你是欠他200万。我怎么一遇到老同学反而我赔了呢？对你要还债，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些都是一样对，这个我说交通事故那个撞了人逃跑是吧？那种还有利用什么职务权力去整人害人的，欺负无辜百姓的，你看罪业大不大？大。你像我们有一个同修，就是他在一个地方的税局工作他是专门稽查就是有些逃税漏税的这个现象的人他弄得很矛盾，就给我当场说，这个师父怎么办呢？我怎么样把握这个火候呀？他和我一起，我们这个稽查大队的这些同事来讲的话，说拿着他手中这个权力有点滥用的意思比如说那个张大爷就是做一个小本生意，他最多欠国家款项比如10万块，可是呢他们就核查的说10万块算什么呀，先罚他200万再说。他就讲的话，人家没有这么大罪过，你罚他干什么？这个碍你什么关系呀？先罚了再说。其实罚了也没进入他的个人腰包，对不对？就是觉得整人是一种快乐。这个时候呢，所以这个税局的这个同事的话，就背负了更大的一个罪业。那师父就是这张大爷可能不知道是谁整的他，不知道，但是这个整他的人
最后肯定还是会受到惩罚的，是吧？一定会。张大爷是心生烦恼啊。我一辈子也挣不了200万，你罚我200万，我到哪弄这个钱去啊？而张大爷心眼小一点，就可能是自灭了。想不开的话，对不对？跳个楼啊，喝个药啥的，对吧？我这冤枉啊！而且和税局打官司通常都打不赢，官官相护嘛，对不对？哪个国家都一样。所以这个事儿，就他自己讲的，他是这个税务稽查大队的大队长，其他都是他下属同僚。下属就是说，多罚他点儿，你这个东西你凭什么多罚啊？还有没有国法可依啊？对，但是就是法律本身也有很多滥用和模糊的那个区域，毕竟他们是执法者，我们是百姓和受害者嘛，就有点官逼民反的感觉。但是你怎么造反你也造不过他，就一个老头子你能造什么反呢？只能含冤而死，就是，对不对？那你临死之前你恨谁呢？谁搞我就恨谁。来世我做成一只老鼠，我应该咬死他，是吧？人就会心中有这个怨恨嘛，这就是他的冤亲债主。所以这种怨气是我们人可能没有办法解的，所以只能做功德请佛帮忙，让他们原谅。啥？就是只能做功德，然后请佛帮忙，就是我们先不谈原谅啊，就是说哪些都是这些烂人，伤天害理的，是不是啊？总是招来了这么多冤亲债主的，手中有权力整人的，是不是啊？很多就是容易造这个恶业的这些人嘛，对不对？那还有更说的是那种虐待儿童啊，虐待这个身体不方便的老人、孤寡老人呐，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幼儿园，或者有人这个父母因为上班嘛，没法看孩子。花钱请了你看孩子，但是人和人相处的时候，有时候容易发生一点小矛盾摩擦，对不对？都是成年人嘛。比如说这一家父母请了一个保姆帮着带一下孩子，这个保姆比如说卫生做得不太好，这个女主人回来之后就批评2句，她不但不改，她心中充满怨恨。等你们上班之后，我修理你孩子，你那个孩子也不会说嘛，这么大，是吧？我只要不把他掐死，你们也不知道他受折磨。所以很多儿童在被这个一些幼儿园老师还有一些这个保姆是虐待有些被折磨成残疾。有个小孩等他长大之后天天头痛也不长个儿，结果这个脑子里钉了一颗钉子，是小时候钉的，一查10来年了，是吧？人家对孩子长个儿他不长个儿，拿个大钉子钉到脑子里，他当时想把他钉死，结果没死就活着，他那个位置不太对，这2个脑袋中间，你看着这多气人，你说，对吧？欺负这个儿童不会说话，还有呢，欺负有些医院的医生护士坑害病人，哪个国家都有，管理越差的国家，这个部分就越厉害，对不对？就是你得病活该，得病可犯到老子手上了，我就坑你宰你，就算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少钱和你的孩子有没有是比较富有的，他要打听你家庭背景，根据你的家庭背景，他给你一个就坑蒙拐骗的一个菜单分比如说半年时间把你家掏空，但是老人该死也得死，对不对？就是这样很多你说你的长辈有点病住个院，其实比如说得了癌症，你不是也没办法吗？没办法说今天找7个医生，明天找8个医生，循环整天诊，还跟你说的很可怜，我们都放下我们的工作不做才给你来看来了。中间找个说和人说，你这个一人至少给2000吧，你比较富有，你是在国外工作对不对？一人至少给3500吧，就是这样。这其实坑病人嘛。那这些医生呢，未来会得好的病吗？不会。会往生什么处呢？下面成为厕所的蛆下辈子对不对？说着我们的气都来了，这就是这样子虐待一些孤寡老人，很多老人去的养老院，对不对？很多我在看的养老院老人是真实不是演的就爬养老院大铁门往外爬，那里面人再给他拽下去，
就好像到了地狱一样，老人想爬出来，不可能，那些恶鬼就给你拉回去。为什么想跑啊？受折磨呀，对不对？还有虐待动物的，啊，是吧？各种的手段，啊，你说现在说，大家全世界人都开始流行养狗，因为不实行生人和养人嘛，哎，所以就养狗，这样开始对狗好了一些。但有的人说没常常养猫啊，说你见了猫就打死，都有。看见其他动物，什么老鼠啊什么之类的，打啊，死里打，啊，那这有很多这种挺变态的这种坏人，是吧？这些都是叫背业的，都产生了这个业。那动物有没有怨恨呢？有呀。你打它，它知道痛，它知道回避，甚至知道挣扎的，所有的动物它都会有产生恨意。啊，你看那个吃鱼吃虾活着，那个螃蟹蹬着腿儿就给它扔到热锅里去，一会儿又吃又吸的，还挺痛快。你呢，将来呢？当人家给你锯腿的时候，你别埋怨是说就是因为吃了一个螃蟹腿，活生生的烫在里头。吃鱼，夹到后面的肉一块儿往下弯着吃，那个鱼头还瞪着眼儿，张着嘴，那张什么嘴？你觉得挺好玩啊？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的痛苦呢？对不对？有一天，跟你自己脑袋还清醒，割开你的身体，取出哪个内脏，你也不要说啊，医生也挺狠的哈，甚至还给你取错那个疾病的那个脏腑，对吧？你要多受几刀之苦呀，这都是你自己种下的恶业，是吧？所以这个处处都有造业的东西啊，乃至还有一些有权力的人哈，发动战争，只要是成为战争的。一场战争下来，最少也得死几千人，对不对？就是无辜受死啊！你国家发动战争者，想方设法让底下的官员去抓一些平民百姓的男孩去上去战场，对不对？小了13岁扛着个枪上去，都成为炮灰啊！你简称为叫烈士。其实，在你心中说你在愚弄百姓，让这些众生活生生的大小伙子成为你的权力统治下的炮灰。你成为一个坚强的统治者，现在都有呀。那有没有业力呀？都是因为你自己对权力的渴望和贪欲，而让别人成为一个孤魂野鬼呀！啊，所以这都是，所以想想处处都是这种东西，是吧？还是专门诈骗集团，骗的很多老人家哈，工作一辈子那一点点存款哈。一夜之间倾家荡产，最后年老了又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连老来的生活费都没有了。有没有罪过？这些都是背因果。当有一天还的时候，业力不曾饶过任何人啊。所以就是我们呢，哎呀，看到这些啊，很感慨呀，不能有这个伤害的心肠。所以呢，叫富贵带不走，唯有业随身。一旦明白时啊，为时已太晚。通常人都是什么被这种教训。教训了之后他明白了，但明白的时候已经成为了果，成为了一个恶果发生在自己身上啊，那就晚了。所以呢，早学早明白呢，我们就少造些业啊，多做些好事，多做功德，这样我们就不会经历那么多痛苦的折磨啊，所谓才能走向所谓的又长寿又健康又有钱又快乐的人生啊。感恩师父的教化。所以唯有呢，就是用慈悲心哈，对，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啊，供养啊一切修行人，供养佛法僧啊，多做善事，不做恶事啊，要这样子哈。我们啊，未来哈，我们的这个往生的亲人，乃至之前的这个七世父母，都能得到地藏王菩萨、药师佛、阿弥陀佛啊等诸位佛陀菩萨的
救度，往生极乐世界，就不在地狱受苦。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所以说前头该发心来度化自己这个亲人的人，赶快做这最后的时间那么其他今天有缘的所有的朋友呢，和我一起呢，我们来念佛只要真诚真心念佛就能够得到这个佛菩萨的加持我们的心愿佛菩萨就读懂了，就帮我们将在地狱中的亲人搭救出来往生极乐世界，和整个世界它的寿命是相同相等的，而且永远都没有任何的痛苦对，所以希望呢，我们接下来念能够把所有的这个功德、佛陀的光芒送给今天所有的朋友们让大家能够生活的幸福、长寿、健康、富足、快乐，让我们一切在这个三恶道的已故的亲人都能够获得佛菩萨的搭救解脱，往生极乐世界好的，那咱们呢就开始准备念佛了，真诚的心开始诵念了。为什么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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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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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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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耶稣？哦。
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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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耶稣？
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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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
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何时将念佛一切功德回向法界，回向佛菩萨，回向给佛法僧，回向给历代祖先亲人，回向给冤亲债主。好了，今天念佛呢，做功德就到这里。我们通过网络会把这个能量放大。大家呢，在这里念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哈，但是我想功德已经产生，也会放大100万倍啊，回向给咱们的亲人、祖先，还有你啊，那未来一切都会吉祥，都是很好的，师父，也感恩师父今天为所有有缘大众慈悲开示《佛说盂兰盆经》，让我们都明白了真正的孝顺是为父母、为祖先啊、为冤亲债主去做功德。
那我们今天呢，是盂兰盆节的正日子，也就是农历7月15哈。那农历的7月30号呢，是地藏王菩萨的圣诞。就是我们很多的网友啊，都特别的期待，就是在农历7月这样一个特别的月份，能够多跟师父念佛，多跟师父学习，多为祖先来做功德，消灾灭难。所以我们非常的期望，就是师父能为大家开办一个网络的念佛班，好吗，师父？我觉得挺吉祥的。感恩师父，同意。感恩师父，和大家一起念佛做功德。好啊，好啊。而且呢，网友们还就是每一次哈，就是特别喜欢跟随师父学习《地藏经》。很多网友都说啊，自己以前读过这个经，读过很多遍，但是其实都不懂其中的道理。师父讲了以后呢，浅显易懂，就非常适合他们去在生活中实用哈。把这个智慧用到生活中啊，他们生活也顺利了，很多的灾难呐都化解了。所以想跟随师父一起学习《地藏经》，一起诵念佛号。那我们这个念佛的这个开办这个念佛班日子，我们定一下好吗，师父？好的。好，那就在9月14号。好啊，好啊，就是下周的周日哈。对。周日啊，周日也是我们正式。得念几天嘛得。好啊。14号到21号。好，就是8天的时间。8天，太好了！21号正好是农历7月30号。哎，是地藏王菩萨的圣诞，是非常殊胜吉祥的。太巧合了。好。这样获得地藏王菩萨哈欢喜哈。这样对他不光是超度啊，地藏王菩萨呢，他几乎解救过无数佛菩萨，所以就是佛中之佛呀哈。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幸运的好事。太感恩师父了。好，那再重申一下这个日子哈。对，好，那我们就是9月14号下周的周日到9月21号，连续8天，等于是周日到周日哈。我们的时间，网友朋友们要注意哈，也是为了方便我们一起都能来参加师父的念佛班。我们时间是亚洲台北时间晚上7点到9点，比我们平时的直播时间要晚2个小时开始。好。那就是台北的时间哈，对，晚上7点到9点，对，9月14号，大家参考一下这个时间哈，有8天哈，我觉得你只要来1天哈，就是功德无量，收到，来8天就发大财了，收到，感恩师父，那吉祥无比呀，一定要参加，我觉得还有很多好事哈，现在是不说哈，就都在这个班上头，好，感恩师父，师父，对。我是希望呢，这个班哈，除了说咱们这个祖上功德哈能得到解救哈，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哈，很多的麻烦问题就解决了。你比如说跟他们念佛吧，本来口吃的小孩子哈，就会就聪明伶俐了啊，这个口吃就改变了，那个能说会道哈，按照佛教说现广长舌哈，对。或者是说读书成绩不好的呢，就变得聪明智慧了，将来金榜题名哈。像一些中老年人呢，有些身体不自在呢，这几天念佛下来哈，不是说念佛它本身从法的来说是不是有哪些功能哈，其实佛菩萨护佑啊，就是你什么腰酸背痛啊，一些这些常见疾病问题，可能就减轻或者是能够痊愈哈。我说，或者是减轻和痊愈哈，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这个神迹发生的时候，不能用人的理性思维来思考啊。对，我相信会有这些好处。那找不到工作的，是不是诚心跟师父念佛，在为自己供灯？很有可能就在这期间就收到了这个面试的机会，或者是找到了好工作了。那是一定的。在佛菩萨想给你一个工作，给你点钱的话呀。他就是意念里闪了一个小火星，你那么就成为人间大富豪了。对，找个工作算个啥呀？但是靠你出卖体力脑力能赚钱的这么个事儿太简单了，在神佛面前就是时时刻刻给你找个工作，你只要有那么1天的下个班哈，你只要有1天在那儿好好念佛，都能解决你这个小问题，
太小问题了啊！我相信就本师傅的修行也能护佑你能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工作，找个好老婆，找个好老公，是吧？这都是找嘛，找个好宝贝啊，都能找着。太好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网友们一定要来参加，欢迎大家来参加哈。好，是说在这个末法时代多做功德哈，对你才能心想事成啊。对，要不然的话就麻烦太多了这个事儿。好，感恩师父。那师父在我们今天那么吉祥殊胜的法会，也请师父加持榆树坊所有赞助我们网络弘法的网友朋友们。当然，我非常感恩哈，一直支持着我哈进行网络国际弘法的所有的朋友们哈，祝你们呢都能够长命百岁，身体健康，事业兴旺，这个香火鼎盛。香火鼎盛就是后继有人，并且继续兴旺啊！一般富不过3代是没修行的哈，咱们好好修行，富10代都很正常。那前头咱们讲，你看日本那一家哈，那400多年，对，住友集团，那多少年了，对吧？10几代了吧，都，对，多厉害啊！所以大家好好修，都能成为那样大成功人士哈，永远的香火鼎盛哈。好，尤其是刚才的这些祝福呢，都送给一直支持我进行网络弘法的所有的朋友们。就你曾经出过1块钱，我相信放大100万倍送给你哈。希望能够支持我弘法的所有的朋友呢，大富大贵，还要长命百岁，子孙贤孝，大富大贵，还要儿孙满堂。祝福差不多了。好，今天内容就都说好了哈。好的，那咱们所有的朋友们哈，咱们下次直播再见。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